是因为 Bella 不想让你们有第4条腿啊。像 Bella 这种细皮嫩肉的就不太适合了。如果你是一个 VP9 的死忠粉的话，但是又不想花这个钱，那可以找它作为一个平替版本啊。我觉得近几年呢，土耳其品牌在市场上面真的是杀疯了，他们的18发的容量啊，才399块，基本上你想要格洛克上面改的部分啊，人家全给你改好了啊。我的随身携带的就是 P365啊，虽然对 SIG 有些地方是有一点失望啊，但是这个 P365 Macro 作为一个单排的9mm 啊，简直了17+1的标配，比 Carry 以上那些 Double Stack 呢都要舒服很多啊。它的3维体重啊也是全方位的碾压了格洛克17啊，真的太夸张了。不得不说啊 ，SIG 还是有它的闪光点啊。你摸到了那把枪之后呢，你才能知道你和它有没有眼缘，再来打个几百发，看看你和这个枪是不是 clic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lla， 感谢大家回来我的频道。相信很多隐藏持枪的朋友啊，都很害怕这样，或者是这样。这样既不美观呢，也不安全。在70年代，德国 HK 公司啊，第一次采用聚合物和金属这么一个组合，大大的减轻了手枪的重量。可想而知啊，这德国 HK 公司在创新方面啊，可是先驱般的存在。随之而来的呢，就是各大枪械品牌都出了以 polymer 为下体框架的手枪。为什么这个香饽饽大家都要来咬一口呢？当然了，和它减轻手枪重量是息息相关了。那还有就是它的价格优势了。今天这期视频啊 ，Bella 把市面上各大品牌所有以 polymer 为下体的手枪啊，都整理了一遍，而且啊，只挑选了那些弹匣容量最大的那几款来做个对比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做个判官，来看看哪个品牌是拥有最高颜值，或者是最高性价比，或者是综合比较下来最值得入的一把枪。这个视频啊，真的是工作量不小啊。Bella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视频啊？其实啊，是有一些粉丝朋友私信留言给我，他所处的州呢是美国犹他州，那里啊对隐藏持枪的限制啊是非常的宽松，也没有 printing 的顾虑。Printing 是什么呢？就是手枪过大，然后外面罩着的衣服呢太单薄，而影印出来的手枪的那个轮廓。在隐藏持枪率不高的州啊，有一些人啊对 Printing 啊还是有一些介意的，还有一些人啊会弹枪色变。所以啊，对隐藏持枪率高的州呢，我们选枪的重点要看弹匣容量越大越好。但是呢，以体积和重量最小的来实现，那简直就是 win-win situation 啊。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 Bella 观察到一点啊，很多伙伴啊在选枪时都嫌哎呀这个太大，这个太大，在用枪的时候啊都嫌子弹太少。是啊，话说回来了，子弹容量啊它可是至关重要。其实啊说到最后，如果真的不幸啊遇到突发情况啊，更多的弹药啊就意味着你的战斗持久性，还有你更高的防御能力。所以啊铺垫了这么多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哪些产品啊满足我们的需求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游戏规则。首先第一点，它必须是 polymer framed。2，它必须是一个 full size 的手枪。第3，它的 magazine 呢必须是 factory 的，不能是市面上买的，因为啊 Bella 也不能保证那个 magazine 的质量是好是坏，所以啊我们按原装的来说。4点呢就是只推荐9毫米的，我们还是在人类社会的自我防御，不是呢去对付坏熊熊的。第5点呢，这个价格啊要保证在$1000以内，因为太昂贵的手枪你戴在身上磕到一下，心就特别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第一个品牌啊，不容置疑的就是我们枪界老大哥格洛克。Yeah, shake some. If I throw some old ones, she gon' make some. Shot it ass so fat, she might break some. So I keep a gutter bitch that might rake some. Take some. 格洛克呢，我们就推荐格洛克17。对于格洛克 fanboy 来说啊，格洛克无疑是无脑的选择啊。至于为什么不是格洛克34或者是格洛克17L 啊，是因为 Bella 不想让你们有第4条腿啊。所以啊，格洛克系列里面格洛克17那是最好的选择了。而且17+1的这个弹夹容量啊，也是足够在自卫情况下使用了，并且啊也不是很重，710克多一点点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就用格洛克17作为一个基准来和
和其他枪啊做对比。这里啊就要说到颜值控的朋友啊，就像我，还有对格洛克扳机那个含糊不清啊深恶痛绝的朋友们，又或者是呢你觉得那个 grip angle 啊永远就是打不准，其实啊也是可以理解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往下再看，还有很多很好的选择。但是啊格洛克这个大哥呢又是找到了世界的大同，所以呢我们还是用它来作为基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德国 HK 公司。之前做过 HK P30L 啊，这把呢其实就是非常的合适啊，多变的 grip panel 组合，适用于不同的手型。和它类似的呢 HK VP9。其实啊，就是 P30 基础上做的一个 Striker Fire 的版本，有着 P30 所有的优点。喜欢哪一款呢？就看你是喜欢 Hammer Fire 的还是 Striker Fire 的。但是比起来呢 ，VP9 比 P30 呢更加的轻便一点啊。虽然啊10几克啊看起来不是很多，但是长时间携带啊还是会感觉到它的差别啊。所以啊 ，HK 公司我觉得 Carry Gun 的话，我会倾向于 VP9。当然了，不得不提啊，就是它在 Glock 17上面多加了一个30%左右的价格啊。如果30%啊买一个颜值，然后买一个 VP9 更好的 trigger 啊，其实也是看你自己的 budget。接下来聊的就是 CZ 了 ，CZ 算是我目前最喜欢的牌子了。如果大家是 price savvy 的话，一定要看一下 CZ 家呢，我要推荐2款和 HK 相似啊，一个就是 Hammer Fire 的，还有一个就是 Striker Fire 的。而且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是19+1啊。我们呢先聊这个 CZ P10F。这个 P10F 呢，其实就是一个 Glock clone 啊，但是呢，它有着和 HK VP9 还有 Walther PDP 可以相媲美的这个 trigger 啊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而且光看外貌的话啊，它比格洛克基础上啊稍微多了一点流线型，并且啊它的价格也是非常优惠啊，在$579左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说的就是 CZ P09。这个 CZ P09啊，其实就是我之前 CZ P07的一个全尺寸版本啊。你看它这个设计啊，就是 CZ 家的拳头产品啊。Slide in Real 这个设计啊，虽然它的重量比格洛克这个枪啊还要重了160多克啊，但你可想而知啊，这把枪是多少的精准和稳啊！如果你是有一个高大身材啊，我非常建议你去试一下这个 P09啊，我相信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射击体验。但是啊，选枪还是要看个人啊。那如果重量真的是一个 red flag 的话，那就没得说了。但是啊，在 CZ 2款里面，我个人的话会更倾向于 CZ P09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Beretta 呢有2款啊，第一款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PX4 Storm。这把枪啊看起来是有点特殊啊，因为它不是勃朗宁的 tilting barrel design 啊，它是一个 rotating barrel design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圆珠笔里边有一个小的机制啊？其实啊，它跟这个机制长得有点差不多。其实有棱有角的，就说明它清理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。如果它脏了不清理的话，它就是更加大了 malfunction 的这个可能性啊。而且小道消息说它没有通过那个泥浆测试啊，但是谁又会把这个手枪天天放在泥浆里面泡呢？所以平时携带作为自卫的话呢，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再来啊，它这个长相啊，有点像个吹风机啊，不知道你们会喜不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啊？我在靶场试过，我对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。但是现在有一个 Landon Technical 看中了这款枪啊，作为一个 platform 给它做了不少 custom work，
还是侧面能反映这个枪是很有价值的。当然了，这把枪17+1没有什么优势，它的重量呢也没有什么优势啊，在格洛克的基础上面。我不推荐的是那个 London Technical， 因为那把枪是2000多了，已经超出我们的范围了。我们推荐的呢是原厂 PX4 Storm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Beretta APX 啦。你们看这个长相有没有像一个刚正不阿的军人一样？为什么看到这把枪我有感觉想到了一个没有表情的武打演员。 Anyway， 这把枪在竞争美军 Sidearm 的时候被落伍了，所以落伍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人气啊。大家聊枪的时候呢也基本上不会聊到这把枪了，而且民用市场呢都被格洛克19给占了很大的份额啊。而且这把枪呢体重上面呢也没有什么优势啊，感觉哪一天这把枪 discontinue 了，所以我也不太推荐这把枪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 Springfield。Springfield 他们家 XDM 这一款呢，我是非常喜欢，而且春田 XDM 被我的观众朋友提到很多啊。这款枪呢适合于手不是很大的朋友啊，因为它下面 grip 的地方很小，然后呢它也有加上1911那个 grip safety 啊，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安全了。而且外观上面啊，它也是非常好看啊，可能是这个颜色吗？感觉是很未来的这个感觉啊。不得不提它的容量是20+1啊，虽然稍微的重了那么一点点啊，但是20+1啊这个数字啊真的是让人很心动啊。至于那个 Springfield Echelon 的话，因为太新了，也没有什么 track record， 网上呢也没有太多评价，所以我也不太想推荐一个太新的，因此我们跳过。好，接下来聊的就是 Smith Wesson 了。Smith Wesson 呢，这个左轮老厂家，我买过它的第1代的 NNP 啊，那个 trigger 啊实在是让人流泪啊。后来我就把它给卖了。不过它第2代的 MNP 呢，听说好很多啊，还是非常推荐啊。而且警察市场呢也被这把枪给抢回来一点啊。Smith Wesson 呢真的是痛失了警察市场的这个江山啊。但是呢，我之前的感觉呢，就是这个握柄啊，像砂纸一样粗糙啊，像 Bella 这种细皮嫩肉的就不太适合了，比较适合那些手经常出汗的，而且在比较热的地方的朋友们，因为它不会很滑。而且据说啊 MNP 的 aftermarket support 也是非常好啊，什么零件都能买得到，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玩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聊的是 Walther PDP 啊。这款枪呢，我的观众朋友们也提到很多啊。PPQ 在停产之后呢，这个 PDP 就是它的一个继承者啊。18+1的容量，我本人觉得它的长相还是不错的啊。18+1的容量啊，而且听说它是非常优秀的 trigger， 而且它的 trigger 试下来是真的非常好啊，一直是一个PDP 啊，真的是一个也不错的选择啊。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虽然我的观众提的多，但是在市面上面它的流行度不太高。说实话，这个 PDP 的手感啊，有点和 VP9有点像啊。如果你是一个 VP9 的死忠粉的话，但是又不想花这个钱，那可以找它作为一个平替版本啊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它的长相和 HK 是可以相抗衡的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。我觉得它价格呢也不是很贵，然后它的重量呢也是和格洛克17差不太多，而且它的 trigger 又这么完美。好，接下来要聊的呢就是土耳其品牌了。我觉得近几年了，土耳其品牌在市场上面真的是杀疯了，他们的性价比啊简直是无人能比啊。我们来看这一款 Canik TP9， 这个 TP9 SF 呢被很多 YouTuber 做了 torture test 啊，展示了非常好的可靠性啊，而且据说它那个 trigger 啊居然能和 Walther PDP 相提并论啊，18发的容量啊才399块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。如果你真的想入一把枪啊，然后自卫携带的话，又不想花太多的钱，我觉得这个土耳其品牌真的可以值得一试啊。而且据说它的 internal 呢是 clone Walther 的，所以呢还是非常推荐的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就要说到了 Ball Armory 啊。
这一款呢 X Tomahawk， 虽然很多 Polymer Striker Fire 的枪呢在市场上都有自己独特设计啊，但在大体上我感觉都是借鉴了格洛克，想要去抢格洛克的蛋糕啊，比如说 MMP 那些，有些厂家呢要抄呢，他就大大方方的抄啊，什么 Polymer 80啊 Shadow System 这些都可以归为一类啊。我推荐呢这个大家目前都说好的 Ball Armory X， 基本上你想要格洛克上面改的部分啊，人家全给你改好了啊，它的 Grip Angle 啊 Sight 啊 Trigger 这些啊，还有它的三维体重啊，都和格洛克差不多了，真的非常良心啊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靠的设计了。好，那以上说的呢都是 double stack， 它们啊都是大大的厚厚的，虽然不算太重吧，但是戴在身上呢也是不太舒服。那 single stack 到底有没有选择啦？那当然有了，它们很轻薄啊，很舒服啊，那就要推荐 SIG 了。SIG P365X Macro Bella 呢是非常喜欢 P365 的啊，我的随身携带的就是 P365 啊，虽然对 SIG 有些地方是有一点失望啊，但是这个 P365 Macro 作为一个单排的 9mm 啊，简直了17+1的标配，比 Carry 以上那些 double stack 呢都要舒服很多啊，而且 P365 呢可以看作是 P320 的一个升级版本啊，它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走火事件啊，所以我才敢推荐它。它的三维体重啊也是全方位的碾压了格洛克17啊，真的太夸张了。不得不说啊 SIG 还是有它的闪光点啊，我们呢也不能一棒子打死人家啊。好啦，那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 Carry Pistol 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选择啊。如果你天天把这个 Carry Pistol 带在身上啊，就感觉像是一个女生选香水一样，就非常的 personal。 但是呢，我以上推荐的枪呢，你们可以完完全全放放心心的去选择，因为它们都是非常 reliable durable， 而且很多人都在用它们。有些人啊选枪的时候啊就盯着他喜欢的那个品牌，或者啊有些人就看重颜值，有些人呢就专挑那个性价比，还有一些人呢在乎它的体重啊，还有它的子弹容量，再有些人呢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就希望它多一点 safety。 所以呢怎么选看个人了。如果你选中了几把枪呢还是举棋不定的话呢，那建议你去靶场呢上手试一下，你摸到了那把枪之后呢，你才能知道你和它有没有眼缘，再来打个几百发，看看你和这个枪是不是 click。 那说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会问 Bella，Bella 你怎么没有推荐 SIG P320 呢？答案呢就在视频的右上方。好啦，那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